天眼大陆以武者为尊，武道大成者，可执日月，摘星辰，修无上功法，具造化神通。故大陆宗派林立，星罗遍布，势力之间的纷争从未停息过。哎，都麻利点儿，快点儿！半个月后就是大小姐大喜的日子，嘿，耽误了时辰，你们可担待不起。是。哎呀，等大小姐嫁入了林家，咱们云天宗也可以说是一流势力了。那当然，林家有大岩宗做靠山，林公子更是大岩郡屈指可数的天才。哎呦，数什么数啊！现在已经是第一了。原本雄踞一方的秦家，还不是转眼就被林家灭了？而那个所谓的天才少主也……前来讨要焚天剑。那不是秦南吗？他怎么跑这里来了？秦家秦南，还真经不住念呐。秦家秦南，前来讨要焚天剑。哟，我当是谁呀？这不是我们秦大少吗？不知曾经的大岩郡第一高手来此有何贵干呢？秦家秦南，前来讨要焚天剑。你把云天宗当你家了吗？滚开！秦家秦南，前来讨要焚天剑。哎，去哪儿呢？真当自己家？你还以为自己是以前那个16岁就突破4重炼体的秦大少？你现在只是一个修为尽失的废人。快滚！秦家少主秦南前来讨要焚天剑。这家伙还有完没完？滚开！别来我们云天宗找不痛快！云冰兰，你给我滚出来！还我秦家焚天剑！我秦南就算死也绝不会离开一步！废物，还敢直呼我们小姐名讳！慢着，秦南，你还没完没了了？快看，小姐出来了！天哪，简直就是天上的仙女！那可不，咱们小姐无论样貌还是修为，都是最顶尖的存在。在秦南被废之前还勉强配得上，现在自取其辱罢了。秦南，你已经什么都不是了，没资格再直呼我的名字。至于你们家的焚天剑，哼，你真当我云天宗看得上？焚天剑还你，你拿着它快走吧。现在你不过是个废人，这一生，你我注定无法并行。好一个云天宗，好一个云冰兰，秦家不会这样倒下。焚天剑我带走了，从此你我二人再无瓜葛。哎呦，焚天剑，这焚天剑怎么如此不堪一击？这就断了。秦风，没想到你小子被我废了丹田，居然还生龙活虎的。看来还是下手轻了，就应该让你和你那废物爹一样，躺在床上下不来才好。林清风，伤我父亲，废我丹田，此刻又断我秦家至宝，若我秦南不死，必将你碎尸万段。你该谢我留你一命，好来祝福我们大婚。你说对吗，秦大少爷？云冰兰，你可记得10年前，您云天宗危在旦夕，若非我父亲出手击退强敌，哪有现在的你们？事后你爹看我秦家势大，将你送至秦家与我为妻，可笑啊，可笑！这10年来，我秦家对你们照拂有加，甚至将焚天剑都借予你云家，没料到。如今我秦家遭变，你们非但没有任何援手，反而第一时间和我们划清界限，又落井下石。云冰兰，你们云天宗就是如此知恩图报的？那又如何？混蛋！焚天剑既已归还，我便不叨扰2位大婚了。自此以后，秦家与云天宗昔日情分
一刀两断，不死不休！哼，就让这小子走了，人家可是说与你们云天宗不死不休的。一个废人有何忌之？哈哈哈哈哈！说得对，区区一个废物，我们又何须挂在心上？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秦南，天资卓越又如何？武者背后的势力才是最珍贵的。哈哈哈哈哈！爹，对不起，没有保护好我们秦家的至宝。爹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整个秦家。小子，我秦家的子孙如此懦弱，什么人？小子，老夫秦正算起来可是你祖宗。我祖宗？不要装神弄鬼了！我秦家纵然破败了，也不是你能羞辱的。若是有种，出来与我一战！既然你想见老夫，那老夫便出来与你一见。小子，从焚天剑里出来了。还不快叫祖宗！你真的是我秦家老祖秦正？我曾听爷爷提起，秦家千年有过一名绝代天骄，杀伐果断，婉约修罗，纵横天下无敌手。就是老夫，还不赶紧叫！秦家弟子秦南见过老祖。不错不错，你小子根骨齐家，而且心性坚韧，是个修炼的好苗子。老祖这是何意？小子，你可知我当年纵横天下靠的是什么？本天无限修罗道，杀天下诸狗辈。今天剑诀修罗，剑诀一次，看好了。这剑诀是天阶，至少是圣阶，甚至可能是神阶。小子，老祖今日就为你脱胎换骨。我们秦家是大修罗至尊的后人，血脉之力蕴含的神通，足以让你登上这世界的巅峰。小子，老夫以为你脱胎换血，接下来武道一途能走多远，自己的造化了。这不是吗？焚天剑从印记里出现了。剑气外放，这是炼体五重天的境界。炼体一道共分4大境界，分别是炼体、入道、分神、大成4个境界，每一个境界又分9重天，而这修炼功法分为4大阶：凡阶、玄阶、圣阶、神阶。此前我秦家最顶尖的武技，也只不过是凡阶5重，而这修罗剑诀，恐怕已进入神阶。仅仅以我炼体5重天的修为，便能够拥有如此可怕的威力，重振我们秦家的日子，是指日可待了。放手！你们可知我是谁？我可是大炎宗的外门弟子。你们若是不想被我师门扒皮抽筋，趁早快滚！大炎宗乃是一流势力，外门弟子怎么会如此不堪？小娘子，我可是林家的3公子，我劝你还是乖乖从了我们。
可是三公子，对方万一真的是大岩宗的弟子，你瞧他那身打扮，大燕宗外门弟子怎么会穿着粗布衣服啊？再者说，就算他真的是，那又如何？我哥林秦风马上就要进入大岩宗内门，到时候他就是内门弟子，你怕什么？三公子说的是。林家，那就用你来试试我的修罗诀。你别过来！小美人，我来了！可恶，我就是死也不要被这种人渣玷污！什么人？给本大爷滚出来！居然躲开了，看来我的剑法还是不够娴熟。好小子，竟然敢暗中偷袭！你知不知道老子是谁？大岩郡第一天才林秦风是我哥，老子是林家三公子林虎。识相的，现在跪下求饶，再留下一双手臂，老子或许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我为何要救你？我是大岩宗外门弟子，你要是救了我，带我返回师门，必有重谢。1000两啊！1000两，我帮你摆平。1000两对于大岩宗外门弟子应该是小意思吧？啊，这……1000两，你还想杀老子？小子，老子已经是炼体3重境，这全有千斤之力。哼，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，1000两就想拿下本公子。2000两，2000两帮你摆平他。摆平我？小子，你真的惹怒我了！还没有人能躲得过我的摧心掌。这是凡间2重武技摧心掌！林虎公子真的是天才，居然已经掌握了这等高级的武技。3000两，受死吧！3000两成交！就这，修罗剑诀！什么？就凭一招摧心掌，就妄想抵挡我的修罗剑诀？可恶，怎么可能呢？神阶的剑诀，这小子是谁？焚天逐血，杀伐天下！这用的是什么剑法？好快！三公子，大侠饶命！大侠饶命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我只是个仆人，我求你了！滚吧！多谢大侠饶命！多谢大侠饶命！祝大侠日后大富大贵，升官发财，儿孙满堂！天哪！区大岩郡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剑法？喂，3000两白银，拿来吧。我现在没钱。你想白嫖吗？我堂堂城主，堂堂大岩宗外门弟子，我会赖账，只是此番出来的急，没有带钱罢了。要不你跟我回家，我把钱取给你。不必了，我方才不过是逗逗你的，就凭灵虎这样的猪狗之辈，岂能值得上3000两银子啊？讨厌！哦，这衣服也值钱，可惜被我弄坏了。啊，不过1万两银票，还有凡间一筹的金疮药。这人生得这么好看，实力又强，怎么如此财迷啊？哦，你看什么？我脸上有东西吗？没有。哦，
那我先走一步。人呢？对了，回到宗门后还是要好好修炼。你堂堂一个大炎宗外门弟子，修为竟如此之差，简直是在丢大炎宗的脸。你才丢脸！我是有原因的。喂，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姓名，3000两我一定会给你的。我宁若云绝不欠债。喂，能一招秒杀炼体3重的人，在这小地方可不多见。等我回家，定要让爹爹查出来你是谁。哼，竟然敢说本小姐丢脸，饶不了你！老爷，老爷，喜事啊，喜事啊！哦，是何喜事啊？老爷，天大的喜事，小姐回来了。回来了！爹，我回来了。你这不孝女，在大炎宗修炼了10年，终于肯舍得回来见爹爹我一回了。爹，宗门铁律我也不能违背的呀。这次我回来还是大长老特批的呢。行了，回来就好。对了，爹，我回来路过云天宗的时候，遇上了林家的人，他竟然想调戏女儿。什么？还好遇上一个高人，将我救了下来，要不然你宝贝女儿今天可就回不来了。混账！林家真的是无法无天，我的女儿也敢动？不对，等等，你在大炎宗修炼了10年，还打不过林家的人，难道是林家长老出手，或者是下毒这种手段？哎呀，爹，你怎么只看女儿的修为？你女儿都被人欺负了，我不管，你要给我报仇，我要林家付出代价。好，好，好，爹一定会去找林家讨个说法。云儿，刚才说有高人相助，快告诉爹是谁，我们可要好好感谢人家。可是我不知道他的姓名，只知道他也是问剑城中的人，28的年纪，剑眉星目，拿着一柄火莲纹路的剑，剑气奇高，连女儿也看不出那剑法的级别。爹爹可知道那是谁？火莲纹，那不是秦家的标志吗？16、17岁的少年，莫非是那秦家少主秦南？不对啊，现在满城皆知秦家父子已经被那林家小儿废去了丹田，如此废物怎么可能救下我家女儿？就算秦南修为仍在，那秦家剑法不过是区区凡阶2重，不至于让云儿如此吃惊。那又会是谁呢？哎，孩子，那废物终于讨剑回来了。哎，想不通吗？泽虎还该回来了，大长老正等着他了。等下啊，有好戏看喽！距离这么远，还能听得清清楚楚。看来觉醒修罗血脉之后，不光是修为变强了，就连3观4肢5感百骸都变得灵敏了许多。现在我倒要看看这大长老能奈我何。杂种，你还真是会搞事啊！秦南，你爹得罪林家家主，导致秦家没落，而现在你这个当儿子的又惹怒云天宗，哼！你们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，我看我还是大发善心，替我爹教教你这个丧门星。我爹当了30年秦家家主，创造了秦家辉煌，要用人的时候你们都不在，
如今有难了，个个都跳出来咬人，你们有什么资格说是秦家的人？有什么资格羞辱我们父子？羞辱？秦南呐，秦南，你都沦落成这样了，被我秦乱羞辱，那是你的荣幸。秦乱，你还留着秦家的血脉，我不伤你性命。但是今日，我要废你武功，以儆效尤。废我武功，以儆效尤？快，秦南，快来呀！就这？秦南，你啊！难道是大宗门派下山历练的天才弟子？哎，云儿，爹爹我目前也不能确定是谁啊，你先去好好休息，爹爹定会派人查清楚。好的，爹，我也会亲自去找的。秦南，你竟然恢复了实力！你竟然恢复了实力！秦南，你敢废我武功，我爹一定会杀了你的！竟然大摇大摆地坐在家主的位上，篡位之心蓄谋已久了吧？秦南，你竟然还敢回来！之前你与你父亲执意要将焚天剑送于云天宗，我极力反对，你们却不听。现在可好，云天宗非但不感激，还要为难我秦家。你们执迷不悟，却让我们秦家沦落至此，该当何罪？不好了，大长老，公子他被秦南废除修为，家庭大夫说是救不回来了。什么？大胆秦南，竟然敢伤我儿！按照族规，伤同族者押入大牢。来人，把他抓起来。是。秦南不是已经被废去修为了吗？如何还能废我儿武功？难道是修为恢复了？不行，今日一定要将他关入地牢，严刑拷打，再杀了泄愤。我看谁敢动！这废物的修为真的恢复了。不过就算是恢复，那也只是炼体4重境界，且说不定还没有完全恢复。按族规，家主更换一定要全族认证，而你却私自坐上家主之位，这是篡位，名不正言不顺。按族规，杀！你这小小的炼体4重想杀我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，你够格吗？如今大长老秦行篡位反叛，说不定是收了林家的好处。今天我杀了他，名正言顺。而你们如果阻拦我，就是帮凶。给你们2个选择，要么丢下武器老实待着，要和他一起死。放肆！你不仅对族人动手，还妄想杀掉我这个一家之主，此子留不得，给我杀了他！是，受死吧！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修罗诀！他不过是炼体4重，怎么能秒杀同样炼体4重的护卫啊？一定是侥幸。再说我炼体6重的境界，怎会怕他？老贼，到你了，受死吧！小兔崽子，你真是太过狂妄了！我如今已是炼体6重，实力碾压你数倍，今天你必死！怎么会断？秦家的家宝焚天剑，自然比你手中这林家的剑好上太多。焚天剑，大长老，你勾结林家这么久，别以为我和我父亲不知道，留你一命，是以为你会自觉收手。小崽子，能讨回焚天剑，还算你有点本事。不过你以为断了老夫的剑，你就有赢的可能吗？
使我一记催心掌。林家的催心掌，巧了，我也刚刚练了1个时辰，就让我来告诉你，什么才是催心掌的真正威力。就这？不可能！你的修为为什么会这么强？哼，真是自作孽不可活。我们秦家的内乱自此终结。爹，我回来了。咱秦家的内乱到此结束了，大长老已经被我打趴下了。男儿，难道你的修为已经恢复了？大长老的修为不是在你之上吗？嘿嘿嘿，区大长老不值一提。爹，孩儿的修为不但恢复，现在更是突破到炼体5重的境界。不错，我儿这等年纪已经是炼体5重，是我秦家的希望啊！唉，如今我受了内伤已成残疾，已经是老废物一个了。你既然修为恢复，而且还有长进，我便将家主之位传于你。秦家不能群龙无首。爹，父亲当了30年秦家家主，如今秦家在问剑城中逐渐被林家吞并，在这种危险关头，还需要爹来做主啊！天眼大陆以武者为尊，弱肉强食，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。如今我修为被废，要是再当这家主，秦家岂不是更会被人瞧不起？这家主是强者居之，而你刚刚打败大长老，已经是秦家目前最强实力了。这家主之位非你莫属。我记得老祖秦正赐我的大修罗血脉之中，铭刻着无数的书籍功法，这书籍中就有许多的丹方以及炼丹之法，而在这丹方中就有一味叫做法髓丹的凡阶3重丹药，专治内伤与修为被废。我若能炼得，那父亲就能重回巅峰，再当家主。父亲，孩儿知道一味丹药可以治好你的伤，请父亲给孩儿3天时间，再来商议这件事也不迟。男儿，父亲信你，给你3天时间，3天后还是以大局为重。多谢父亲，孩儿这就去为父亲寻找材料炼丹。我日后必然会有一番大作为，只是能治好我内伤的丹药，最起码得是凡阶3重连心丹。要在3天内得到这种丹药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呀。要炼制法髓丹，首先要找到龙根草、夏柏花、三腐根这3味药材。前2味倒是好找，城中商铺就有。只是这3腐根，恐怕这问剑城中所有商铺都难寻一枚啊！哎呀，多想无益，不如现在就去找找。卖菜了！新鲜的蔬菜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这龙根草和夏柏花随时都能买到，现在当务之急是先找到3腐根。这位客官要买什么药材？里边请。老板，可有3腐根？3腐根，如此稀有的药材，本店是没有的。不过这位爷，你可以去天下第一铺看看，里面的老板有些背景，说不定能帮你寻到这3腐根。多谢。迎着天下来，天下第一铺。这店可真有排面，上档次，与那些小商小铺就是不一样。这位公子，不知道想买什么药材？我需要3腐根1枚，1万两。1万两！我的天哪！从林虎身上搜下的1万两，这一下子花出去，回头买龙根草和夏柏花的钱都没了。不行，我得和他讲讲价。老板，你看，给你打9折。这老板真是死劲啊！9000两，再不讲价。9000两就9000两，剩下的1000两估计也够买剩下的2味药了。你这人可真抠啊！老板，这是1万两的银票，剩下的1000两，你看能不能再帮我拿龙根草和夏柏花吗？行吧，看你也没多少钱，
就按你说的1万两。哎呦，谢谢老板，老板你最帅了。成了，药材齐了，就等炼丹了。我出3万两。哦，这枚3府根我要了。3万卖给你了，不愧是凌啸天公子，就是有魄力。哎，我说老板，这做生意也要讲究一个先来后到，这药可是我先买的。人家公子出价3万，你出1万还得讨价还价，穷鬼就要有穷鬼的觉悟，给我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哟，这不是废物秦南吗？你有什么资格来这种店？怎么妄想着吃药恢复修为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丹田被废，不管吃什么用什么方法，你永生永世都是废物一个。哼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修为被废了？哼，乐观也改变不了你已经是废物的事实。自己的青梅竹马成了别人的老婆，还要在成婚的那一天被吃了补阳丹的林晴风大哥按在身下疯狂蹂躏。奸夫淫妇，狼狈为奸罢了。不过让我意外的是，你竟然会炼丹。炼丹师极为稀少，寻常的武者中万不出一。没想到这家伙竟然有这样的资质。哼，不过你既然送上门来，可就别怪我了。像我这样天资卓越之人，你这样的废物，这辈子都比不上我。我凌啸天早就被丹爷子收为弟子，现在已经是10品炼丹师。什么10品炼丹师？丹爷子大师的徒弟？我天下第一铺能认识林公子这等人物，真是我店的荣幸啊！为表诚意，这3府根就赠予林公子，还望您笑纳。炼丹师从10品最弱到1品最强，而那丹爷子也不过是9品炼丹师，竟然就敢收徒了。废物！你说什么？你可知，哪怕我不是炼丹师，随随便便炼出来的丹药都比你强100倍。小子，既然你会炼丹，那就来比试一场。败者赔款5万两，加上你秦家的房契。秦南，我看你们父子可以去睡大街了。慢着，2位公子正是年轻气盛、朝气蓬勃之时，琼婉甚是喜欢。你们之间的比试，不如由我做一个见证，如何？姑娘是问见商盟的盟主，这城中几乎所有的药材资源都由琼婉姑娘掌管。没想到是琼婉姑娘，听家父提及多次，今日一见，竟然是这么一位绝美的姑娘。公子可真会夸人。既然你们想要比试，那便随我到里屋吧。2位里面请。规则我定，很简单，只要你们在规定的时间内炼制一份凡阶1重的美颜丹，谁炼出来的品质高，谁便获胜。我在丹爷子大师手下学习的时候，就经常炼制这凡阶1重的美颜丹售卖给女子。我炼制出的最好品质，可足足达到了4成。秦南，你输定了。炼丹一途，要采集各种药材，佐以丹鼎炼制。而这炼制的过程中，药力会有不同程度的损耗，绝大多数的炼丹师都只能保留1-2成的药力，而啸天公子竟然能炼出4成药力的丹，不愧是丹爷子大师的弟子。多说无益，赶紧开始。那便开始吧。修罗血脉中铭刻的炼丹法，我昨天就已经看得滚瓜烂熟了，现在终于要开始第1次炼丹了。内气流火，精粹转丹。哼，废物！你连丹都炼不成，这么珍贵的药材都被你炼成了渣。废物，你输定了。都变成药渣。果然，失误了一点点，就会毁掉全部药材。看来下一次要认真起来了。这人心性还是太年轻了些，明明不会炼丹，却还要逞强和林公子作赌，等下怕是会输得十分的惨。秦公子不必着急，小女子这儿还有很多药材，而且时辰尚预，
秦公子可以选择再试试。多谢盟主好意。林啸天，既然你喜欢赌，那我秦南今天便陪你好好玩一玩。要赌便赌大一点，不如在这原有的赌约之上再加各自单修，如何？好，我就喜欢你秦南不自量力又喜欢玩命的风格。既然你想玩大的，那我便奉陪到底，单修就单修。谁今天要是输了，全部都得交代在这儿。秦南，你此时肯定心虚得很，以为这样加大赌注就能吓退我。哼！二位公子既然有这么好的兴致，不如琼婉也玩上一玩。哦，不知琼婉姑娘想怎么玩？去把那2件宝贝拿出来。是。盟主请看，凡阶5重百炼鼎，可同时炼制5至10枚丹药，价值很高。凡阶5重纳戒，戒子纳须弥，此戒指可存储随身物品，内有10方空间。这一尊百炼鼎，在这问剑城中，怕是再找不出比这更好的鼎了。而这1枚纳戒，可存储随身物品，也是极为方便。谁要是赢了，这2件宝物我就送给谁，而输的那一方要赔我50万两白银。低阶的炼鼎，一次只能炼1枚丹药，耗时耗力；而这凡阶5重的百炼鼎，竟然能同时炼制5至10枚。若是我能得到了它，定能大大增加我炼丹的效率。纳戒，据说是实力极强的工匠徒手开辟一处空间附于戒指中，而仅1枚戒指的打造，就要耗费1个工匠数月的时间，其价值远远超过了50万两白银。相比起来，甚至说是白送都不为过。哈哈哈！琼婉姑娘既然如此大方，等我林啸天赢了，就笑纳了。哼，话不要说的这么满，不然等下要是你输了，脸上怕是会很难看。开始吧。成了，起丹，4成品质的美颜丹，这是我超常发挥练得最好的一次，你如何能赢我？秦南，你输定了。还真是4成品质的美颜丹，林公子果然是10品炼丹师。那是自然，琼婉姑娘要是喜欢这美颜丹，我也不是不可以再帮你练一些。丹成，成了，9成品质。9成品质，哼！丹药的品质中，1到3成为下品，4到6成为上品，7到9成为极品。炼丹大师平常都只能炼出上品丹，这个人连炼丹师都不是，怎么可能炼出极品丹？真是笑话！竟然真是9成极品的美颜丹。据传言，极品的丹药中会有丹芒外显。哪怕是再老练的炼丹师，炼出如此高品质的丹也是十分艰难的。这秦南莫不是一个炼丹天才？老子不信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从小学习炼丹，又被丹椰子大师收为弟子，现如今只能炼出4成品质的丹，而你这个废物连炼丹师都不是，怎么可能炼出9成丹？你必定是作弊！哼，白痴！事实就摆在你眼前，既然你不信，那我便再练一次，让你心服口服。刚才我在炼丹的过程中，对火候的把握还不是很完美，如果再试一次，一定能做得更好。时间还剩下1/3，刚才炼的丹还有些许瑕疵，我想再练一次，不知琼婉姑娘介不介意？自然是可以，药材你随意用，免费。肯定是作弊，肯定是作弊，9成绝不可能。经过前2次的试炼，这美颜丹的药材分量、内劲把握、火候控制，我已烂熟于心。这次可以更快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。云火鱼掌，青翠成丹，丹成。闪开！让我看你的10成品质。师傅曾经和我说过，
贤儿，炼丹一道追求的是药材、药鼎、控火等各方面的极致，然而最难的便也是做到极致。这世上众多强大的炼丹师，终其一生最高也只能炼出9成品质的丹，而真正能炼出10成丹的人，是炼丹界的天才。完美的丹，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技不如人呐，秦南，是我说了。哼，想不到你还挺有觉悟啊！认输可以，钱留下，我就放你一马。多谢秦公子，不愧是曾经大岩郡第1天才，啸天确实是心服。我个屁！以为老大飞去修为，就摇身一变变成炼丹天才？你这个废物怎么可能超过我？给我死！放肆！这天下第1铺里，还轮不到你林啸天撒野。什么？原本以为她只是一个弱女子，没想到这琼婉实力竟然在我之上。林啸天，输了就得赔上55万两白银和武功修为，你该不会反悔吧？秦南，秦风公子可是我大哥，我给你个机会放过我，这10万两就当补偿给你的吧。原来你的修为只值这点钱，是不是太少了点？秦南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施舍你10万两已经算看得起你了。看得起我，看得起我！秦南你，秦南，我可是林家的人，你知道你这是在玩火吗？玩火？林啸天，念在我仁慈，就再给你个机会。这修为是废还是不废？我身上还剩下最后的5万两，全都给你了，求你放过我。那我就不好意思笑纳了。不过，正如你所说的，你是林家的人，你欺辱了我秦家，同样得不到好果子吃。秦南，你好狠毒啊！我林啸天只要还活着，就一定要杀了你！滚！聒噪！这秦南杀伐果断，是个成大事之人。若能将他拉拢过来，定能助我问剑商盟一臂之力。秦公子，此前多有得罪，这包装好的3味药当是赔礼，希望秦公子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日后还请多多照顾天下第1铺的生意。小事无妨。既然如此，为了结交秦公子这样的俊才，我代表问剑商盟，给秦公子一份特殊的待遇。你来任何一家药铺买东西，都能得到7折优惠。在下多谢琼婉姑娘，如果姑娘有事找我帮忙，可以说出来，我秦南定会不遗余力。秦公子如此聪慧，一定知道合作才能共赢的道理。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请公子以炼丹师的身份加入我问剑商盟。问剑盟已经是数1数2的大商会，不知琼婉姑娘要我一个小人物有何用？公子有所不知，在这问剑城中，商会组织可不止我问剑商盟一家。清明盟会掌握着问剑城中的武器装备资源，与我问剑商盟对峙多年，如今与林家走得很近，现在甚至借着林家势大，开始有意吞并我问剑商盟。而现在市场上丹药的成色普遍很低，如果秦公子能将一批高成色的丹药投向问剑城市场，那必定会掀起一番震动，助我扩大势力，从而打击清明盟会。琼婉姑娘想借我的能力吞并清明盟会，统一问剑城的商业。正是。此外，公子若想振兴秦家，与商会合作是必不可少的。此时的林家已经与清明盟会结盟，势力逐渐壮大。若是公子答应我的请求，我一定全力协助你振兴秦家。振兴秦家需要一大笔资源，如果能和问剑商盟合作，是再好不过了。好，我加入。疗伤丹药对于武者来说是需求最大的，
秦公子不如炼制一批凡阶一重木伤丹，只要成色上乘，一定能卖个好价钱，壮我问剑商盟的声势。琼婉姑娘，秦南公子如今并没有炼丹师的证明，炼出来的丹药是不能在问剑城售卖的。无妨，明天我会亲自带秦公子去城主府接受测试。多谢琼婉姑娘，秦南还有要事在身，就先行告退了。我们明日再见。琼婉姑娘，这青南虽然很会炼丹，不过据说他的修为被废，恐怕是帮不上姑娘什么忙啊。修为被废是不可能炼丹的。据我观察，秦南公子的修为已经恢复，甚至还突破到了炼体5重。如今炼丹天赋还这样强劲，前途不可估量。这万剑城怕是要变天了。能治好父亲内伤的是凡阶3重法髓丹，而我此前只成功炼制过凡阶1重美颜丹。1重丹到3重丹之间跨越了数倍的难度，不知道一次能否成功。但是为了父亲，为了秦家，我必须成功。丹祖手稿记载，炼丹讲究精气神，共有精血、真气、神魂3个层次。而我尚处在炼体境界，体内还没有凝聚出真气，更不存在神魂这种实力逆天之人才配拥有的东西，所以只能用精清血辅佐。药材已经炼化成了精粹液体，此时正是融合精血的最佳时机。城外在此一举。丹成。不过看成色，仅仅达到了6成，但这足以治好父亲的内伤了。这就给父亲送去，他应该会大吃一惊吧。父亲，我炼成了法髓丹，这秦家之主该由父亲您继续担当。男儿，你什么时候学会炼丹的？不要在意那么多细节，爹，你还是赶紧服下吧。你不但修复了丹田，如今还会炼丹，按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，男儿你日后必定大有作为呀！哼，不看谁儿子，爹，快点试试丹药的效果吧。这丹药，四肢开始隐隐发热，经脉竟然开始自行修复起来。丹药已经起效了，这2天父亲的修为就能逐渐恢复，就先不打扰他了。太好了，如今父亲的伤快要痊愈了，接下来就是要把曾经的耻辱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家主，出大事了，家主！家主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何事如此慌张？我在大岩宗外围的森林中发现灵虎公子已经死了3日。你说什么？虎儿死了？再说一次，他在哪里？虎儿啊！二弟，是谁如此狠毒？虎儿啊！为父定要替你报仇雪恨。是谁杀的？查到没有？据逃命回来的护卫所说，杀灵虎公子的是秦家的秦南。什么？秦南不是被你废去了丹田吗？他哪来的修为杀你弟弟？不可能！那日我亲手废了他的丹田，修复丹，绝不可能！别说是这问剑城，整个大岩宗也不见得有上一颗。这秦南是万万不可能修复丹田的，除非是有大人物助他。家主，出大事了！大长老的儿子林啸天公子被琼婉和秦南废去了4肢，恐怕
你再无法炼丹了。好一个秦南，原来是被那穷婉用手段修复了丹田。几号卫队为我虎儿报仇。是。父亲不必着急，儿有一计，不需要我林家动手，既能灭了秦南这个隐患，又能还以穷婉颜色。传闻清明盟会暗地里圈养大批死士，不如借助他们将秦南除掉，这样我们也可以探一探清明的家底。而这秦南哪怕恢复了，也不过是炼体4重，派上6重武者，就足够他秦南死上100次。还是吾儿了得，一箭双雕，不，一石3鸟啊！另外，风儿，你在速去炼成一批高成色的木伤丹，交于清明盟会罗帖，尽快占据问剑城丹药的市场。是，儿这就去办。要让穷婉的问剑盟就此覆灭。忽儿，你且在这药汤中驱身几日，为父一定会将那秦南给杀了，给你陪葬。静如卧火，动如脱兔。经过数个时辰的修炼，终于突破到炼体6重，还将血脉中铭刻的天阶身法夺天步修炼到了第1重。可是，这步入炼体6重便可修炼的修罗剑诀第2式，却迟迟练不成，这是为何？小娃娃，这大修罗血脉专属的修罗剑诀，自然不是这么好练的。我此前还以为老祖消失于世间，没想到老祖竟又现身。我乃是万年前的修罗剑神，怎会轻易消失？不过是在这焚天剑中修养罢了。小娃娃，你可知道你为何修不成这修罗剑诀第2式？晚辈不知，还望老祖解惑。你这小娃娃倒也十分懂事。起来吧，我这就为你解惑。修罗剑诀与大修罗血脉一样，霸道狠厉。修炼这修罗剑诀第2式，需要大量的血之力为基础，而这血之力则存在于世间生灵的血液中。老祖，这是要我去开杀戒？人倒不必杀，只需猎杀些妖兽即可。怎么，你小子想杀人？有些仇，不得不报。好，不愧是我秦家的后人，身上的杀气配得上这大修罗血脉。好了，你寻那妖兽去吧，本尊累了，要去休养些日子。另外，这后山似乎进了一只蝼蚁。你是说？杀气！嘿！好快的身法，竟能躲过我的刀！什么人？小子，你修为差劲，身法倒是勉强可以，不过可惜，今日注定要被我金一刀取走性命。哼！方才你那一刀看似霸道，实则绵绵无力。想要杀我，怕是要再练上几年。哼！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小子！再接我一刀，定把你的头颅削下来！这一刀勉强够进，却还是太慢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呀！这夺天步不愧是天阶的身法，仅修至1重，便已能将同实力的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小子，有种来和我正面拼杀，逃跑算什么本事？如你所愿。罗兄，你派去的那个杀手金一刀，是否稳妥？那金一刀炼体6重修为，是问剑城周边闻名的刀客，手法狠厉，曾孤身一人屠了整个苟活帮。既然如此，那就静待金一刀归来吧。秦风公子无需多虑，这棋下完了，那秦南的人头也就送到府上了。很好，正巧我对他秦南的人头很感兴趣，不知有几斤几两。
快的剑。谁派你来的？说出来，留你一条全尸。我要是告诉你，我便不配做一个杀手。有骨气。记得这大修罗血脉中，还有一门噬魂法，专用于折磨敌人心智，刚好一用。噬魂法要求凝聚脑中精神于一点，放魔神之煞气，陷敌人于无尽折磨之中。这是……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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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，饶我一命！我是受清明盟会会长罗铁之命前来取你性命，据说受到林家少主的吩咐。果然是他。可是你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，秦南岂能放过你？这两家如此混动，我若不是早已修复了丹田恢复实力，今日恐怕早就成了这刀下之鬼。这秦家炼丹阁也被林家洗劫的只剩一些低级药材，不过炼制凡阶一重木伤丹还是够用的。哼，百炼鼎不仅能提升炼丹师的控火熟练度，还能同时炼制10颗或以下的丹药。现在就将其拿来试试吧。据大修罗血脉铭刻的丹祖手稿所在，炼出10成品质的完美丹液是极难。若是同时炼出2颗、3颗、4颗，更是难如登天。不知我炼这凡阶一重最低级的木伤丹，能有几颗是10成完美的呢？成了！我原本以为，以我现在的炼丹造诣，炼这最低级的丹，最起码能炼出3颗完美品质，可现在却只有2颗，不尽人意啊！果然还需再努力修行。2颗完美，3颗极品，明天便可以认证炼丹师资格了。成了，6颗上品木伤丹，可比那市面上卖的下品丹要好太多。不愧是我秦风大哥，这6颗上品木伤丹一旦投入万剑城市场，定能引起一阵轰动。景天，明天去认证炼丹师资格，定要好好表现，不能丢了我林家脸面，更要为你弟弟林啸天报仇。虽然我炼丹造诣比弟弟略低，但是我昨天已经跨入炼体5重境界。那琼婉和秦南废了我弟弟4肢，待我获得了炼丹师资格，定要拿了他们性命做赔偿。很好，预祝你明天成功。承您吉言，庭天先行告辞。秦风，你要杀了秦南？怎么舍不得了？云重之光怎与日月争辉？那秦南只不过是问剑城中的一只蝼蚁，而你即将进入大炎宗内门，舍不得他？难道我傻了不成？你清楚就好，几天之后就是你我大婚的日子，你最好别像现在这样随意走动，若有损我林家的颜面，我自然会遵守。不过你也莫忘了约定，将我送入大炎宗外门。尽到妻子的本分，自然会如你所愿。城主自我幼时便与家父交好，可如今我秦家没落，这城主便再也没有来过我秦家。如果秦公子有了实力，莫说这问剑城主，哪怕是大周国主都会敬畏你。当你有一日光芒万丈，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路。
哟，稀客呀！这不是问剑商盟的琼婉姑娘吗？原来是清明盟会的裸铁会长，这么早来城主府，不会是来散步的吧？琼婉姑娘今日来城主府，怕也不是为了看风景吧？就是你们，心肠歹毒，竟然废掉了我弟弟林啸天的修为。臭小子，你就是秦南吧？秦南，奇怪，这秦南竟然毫发无伤，难不成那金一刀金盆洗手了？可恶！我的可怜的弟弟啊！今日我林庭天就要为我弟报仇！哎，庭天公子三思，这琼婉实力可是在你我之上，要教训他怕是比较难呢。俗话说柿子挑软的捏，那秦南不才是炼体4重吗？我们敲打他便是了。哼，那你来。琼婉姑娘，想必今日你我一同来此，一定都是为了问剑城1年1个的炼丹师资格。不过这炼丹师可不是随便哪个阿猫阿狗就能当的。听说你身边这位秦公子还被废了修为，这进去恐怕是自取其辱啊！是吗，罗会长？不过琼婉倒觉得正好相反，这资格你们怕是要等明年了。臭娘们儿，老子即将拜入丹野子大师名下，我倒是要看看谁要等到下一年。这个丹野子怎么尽收一些歪瓜裂枣当弟子，简直是……废物秦南，你说什么？我现在就碾死你这只不知天高地厚的蝼蚁！庭天，又拦我干什么？这可是城主府门口，不得胡闹。现在正值林公子大婚之际，千万不可坏了林家的名声啊！况且，炼丹师资格不仅仅看丹修，还要看武修。庭天公子免不了和秦南比试一场，到时候你再名正言顺地除掉他。哼，可恶！那我允许这废物再活一阵子吧。秦南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罗会长，走，我们赶紧进去吧。城主大人，禀报。什么事？城主，清明会裸铁带着林家公子前来认证炼丹师资格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，小人告退。哎呦，爹爹，你似乎十分苦恼，是出了什么事情吗？这几日爹爹公务繁忙，身体有些不适。爹爹既然身体不适，那不如就由女儿去主持吧。云儿，你行吗？有你这么当爹的吗？竟敢质疑我的能力！好了好了，爹爹信你。不过你不要在外人面前说你是我女儿，就说你是信赖的主持官，否则让人知道会乱了规矩。爹，我知道了。嘿，这才是我的乖女儿。您休息去吧，接下来就看我宁若云的了。这城主怎么还不来主持？罗铁，这城主难道不知道林家的人来了吗？竟敢如此怠慢！哼！庭天公子，城主大人公务繁忙，说不定现在是有事脱不开身，我们再等等也无妨。等？他算什么东西？我林庭天长这么大，只有别人等我的份。罗铁，去给我叫人！这臭小子，这林家的兄弟城府怎么相差这么大？对不起，让你们久等了。